是不是已经开始了？大家如果能听到我的声音了的话，请给我打一个1。我这块显示是已经开始了，但是好像还没有人。有朋友在吗？如果要有朋友在的话呢，请给我打一个1。OK， 我看到了。非常感谢，我们稍稍提前了几分钟开始，主要呢也是先跟大家稍微聊一会儿吧。另外我也怕迟到，非常感谢，我也怕迟到，所以就是提前几分钟开始了。先来看看这个卡尔加厨，卡尔加厨又是提前10个小时。对，非常感谢啊，真的是非常感谢。我到时候要去那个休斯敦去，一定得去找你。我和老范到时候商量，那个去休斯敦的话，好好找你玩一玩，然后也好好看看那个 NASA 的航天指控中心。然后这个李好才的就是说，马斯克今天的推特上说，星舰5飞要在4周之内。我也注意到这个消息了。那还是挺高兴的，也就是说，差不离7月份我们就能看到星舰的5飞。如果要真是这样的话，那它就基本上控制在2个月了吧？2个月，那9月、10月、9月、11月，也就是3次。但是如果要是想按照达到今年的目标，想做6次发射的话呢，那这个 SpaceX 还得努力一下。然后和尼尔达，非常感谢。但是我这个为什么我这上面没有消息呢？Private videos，不太明白为什么我现在的这个可能哪儿设置的有问题。我现在今天可能有点抱歉，我不能够把大家的这个评论给点出来了。我现在看不到，我在我的这个直播界面上现在已经看不到我的这个评论，然后这儿写的是 YouTube doesn't support comments on private videos。我这应该是已经不再是 private，好吧，没什么，那个以后以后再说吧，这个可能是我哪儿的设置有问题。那我看行，时间差不多了。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今天是2024年的7月6号，星期六，晚上8点呢，也是我的每周的这个土拨鼠的这个土拨鼠读评，主要就是评论这1周之内的这个在我节目下面的留言。牛叉谢谢啊。那个主要就是评论我这个1周的这个大家给我的留言。然后怎么说呢？那个今天的我这块的这个直播稍稍可能搞得有点小问题，我不能够把大家现场的这个留言给它打到屏幕上，但现场的这些留言我也还是会跟大家念，然后来跟大家来一起互动的。那现在呢，我先把我过去的这些留言先给大家读一下，然后咱们来看一下都有些什么样的这个比较有才的留言。首先呢是关于我那期这个 Four Direction Static Fire Test of Falcon 9 Block 5，Watch it now。这期节目实际上主要就是我做了个对比吧。主画面就是这个猎鹰9号火箭的1级的静态点火实验。位于右侧的画面呢，就是有这个天龙3的这个一部分吧，天龙3的这一部分的静态点火实验的时候的一些过程，以及事后他们发的一些公告啊这类的东西，大家可以做一个对照。这个 Moon OL 在这里评价说，这样的实验感觉河南场地还是有大问题，这么多黑烟也会影响到附近的居民。黑烟的话可能稍微还好一些，它是煤油燃烧，然后它那个飞行过程中产生的黑烟呢，如果要是天龙3的那个黑烟，我估计是燃烧不完全造成的。但是如果要是说是这个猎鹰9号火箭的1级在进行的时候，实际上是应该是
场地的上面的那些表面的物质，就是场地上表面的物质被吹成了颗粒，然后混杂在了那个燃气里，形成的一种固形颗粒物。实际上我们要知道啊，雾一般是液态物质，烟一般是固态物质。所以的话，实际上我们看到的烟呢，它一般都是固态的。那在光照不好的时候，如果又没有含有什么其他特别的物质，它主要是含碳的话呢，那它就会有黑烟，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这个 How dare you? How dare you? How dare you 啊！我也老爱用这个那个梗啊，How dare you？评论这个大炼钢铁、大造芯片、大射火箭。大射火箭现在可能国内现在还没做到吧，基本上现在还没做到大造火箭的这个大射火箭的这个程度，可能还是要继续努力。然后这个卡尔加图在这儿评价是火箭底下的试车台架看来够简陋的了，然后呢，居然天龙3卷到更加简陋。对，我上次的那期节目里，实际上不是已经向大家讲了一下这个，就是说这次很可能它的这个出现的问题是出在火箭上。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它那个台架吧，那个台架实际上它的申请了专利，然后在网上实际上是可以下到它这个专利的这个情况说明的，我给大家共享一下看一下，稍等啊。但是我就不给大家看它所有的那些内容了，我给大家主要是看一个这个图。大家注意啊，就是说现在大家从屏幕上看到这个图，那左侧的这个图是我们一般叫做这个台体，主台体。这个火箭就是坐在这个主台体上的，然后呢，旁边有一个这个框架，等于主台体从下方安装到这个框架上，然后用螺栓来进行连接。这就是它这个实验台的一个基本的这个结构。那不管是天龙3还是天龙2火箭，都采取了类似的这个结构。我初步看一下，这个结构还算可以吧，整个受力结构还算基本上比较合理。但是就是我比较担心的是它的这个就等于我看看啊，这就叫2吧，我还有点看不太清，稍等啊，我看一下这张图。5这个件儿，5这个件儿这一块儿的这个耳朵这块儿的连接螺栓是不是够大？如果要是不够大的话，那可能到时候也会有成立不足的这种情况发生。然后以及呢，整个这31号件儿，是不是强度够？31号、32号件儿，这些恐怕都是有问题的。但是通过这次实验，这次点火实验的话，那我们看出来的是还好吧，那些都没出，最后的是出在了这个火箭舰上，最后应该是火箭舰上的支腿座和这个火箭的这个或者叫传力结构，或者也可能叫尾段，不管它叫什么了，实际上是它那个发动机的安装框架这一块的这个连接这块出了问题，这应该是比较典型的一个问题了。然后下面这个 BXH 在这块说这个，我在那个嫦娥6号返回为何打水漂那期节目里在说那个，我说成了4王子旗，实际上应该四子王旗。非常感谢啊，纠正我的那个口误，是，它这个四子王旗实际上是一个，现在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回收厂，不光嫦娥6号要在这个四子王旗回收，那神舟飞船也是在四子王旗进行回收的，所以就是说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回收厂。然后下面我这期那个阿里安6火箭宣传片这期这个视频里那个有朋友想让我讲一讲这个Starliner 飞船本来计划是在5月份发射，然后是它的第一次波音公司研制的 Starliner 飞船，它进行第一次载人发射。在这之前，它进行过2次无人发射。那第一次无人发射的发射是成功的，但是飞船上的计时器出现了故障，
没有能够实现和国际空间站的对接。所以所以呢，就波音公司大概是在2022年又进行了第2次无人发射。这次发射的话呢，是和国际空间站实现了自动对接。但是它这个载人发射的话，首飞就一直在拖，一直拖到了今年。本来是计划5月份，结果在发射场的时候，临射前又出现了那个发射用的这个火箭，就是阿特拉斯5火箭的2级出现了这个反而的嗡鸣，然后发射再次推迟，一直推迟到了6月5号。那这个采用阿特拉斯5火箭搭载2名宇航员，实现了这个 Starliner 飞船的发射。但是发射上去以后呢，又发现了这个氦气瓶出现泄漏，造成它28台这个自控发动机里面有5台不能工作。现在呢，这个 Starliner 飞船还有它上面的2名宇航员都在国际空间站上。波音公司和 NASA 也正在商量怎么样呢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到时候看能不能够让宇航员还是搭乘 Starliner 飞船回来。那我也会继续关注它的这个后续的情况。这就是Starliner 飞船这一块。然后我看啊，然后这个卡尔加图在这块说，全程静态点火实验应该是必须经过的一步，万一60秒就出现了问题怎么办？这里面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静态点火实验和全程静态点火实验实际上是不太一样，静态点火实验范围更广，全程静态点火实验呢那个范围小一些。全程静态点火实验是指你这个点火周期至少要覆盖这个航天器真实工作的时候的点火时间。你比如像是这个猎鹰9号的1级，那它的工作时间呢，就是从点火到1、2级分离，或者到它的这个1级发动机关机，大概就是150秒的时间。所以呢，这个全程静态点火实验是要150秒的时间。如果你的飞行时间更长，那你的静态点火实验的时间也就要更长。所以你像如果要是给星舰飞船做全程静态点火实验的话，那它一次可能要点5分多钟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4、5分钟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们再来说呢，静态点火实验它实际上是分好多的，它主要的目的实际上呢是包括几个。第一个呢，它不是试验火箭发动机，它是试验把火箭发动机放在火箭上之后组装成一个整体，然后来评价一子级的这个工作水平。所以呢，你看那个一般的火箭发动机，它在出厂前它都会进行点火实验，那个时候它也有一个叫做全程点火实验，它的那时候可能是单台发动机进行点火的。但是要是到了这个装到火箭上之后呢，你就会因为你比方说你在实验台那个发动机生产厂的时候，你都是一台一台的点。那像天龙3这样的，它有9台发动机，那这9台发动机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它的热影响啊什么的，相互之间的热影响都会有可能造成问题。所以装到火箭上之后呢，我们就还需要进行装在火箭上之后的这个静态点火实验。但是为了静态点火实验安全，特别是我最开始的那几次，我连实验台都是新的，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经常呢点的火时间可能不长。这个时候就比如我们看到星舰的这些超重或者是星舰飞船，它的静态点火就几秒、10几秒，实际上这就是它现在还没有真正做全程的静态点火。按道理，它最后真正想像猎鹰9这样的那个安全的时候呢，也是要达到猎鹰9这样的航班化发射的时候，它肯定是要进行全程静态点火实验的。所以这次天龙3，它进行的应该也不是一个全程静态点火实验。我现在感觉它根据那个，我当时不是也在我的节目里也看，它那有爆料的消息说它是准备飞30秒嘛，也就是说要进行一个30秒的这个静态点火实验。我觉得这是比较合理的，甚至时间可以更短一点。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第一，我看一下这个发动机这样点火以后过程是不是好。
会不会有相互之间的影响？另外我看一下实验台架，你比如我就点10秒，然后看一下实验台架的烧蚀情况、损失情况，然后来做下一步的判断，我是不是要再做更长时间的这个静态点火，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来讲呢，火箭发动机最容易出现问题的时候，就是从点火到满功率开始这2秒钟左右到5秒钟的这个时间。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的这个火箭，不光是美国了，就包括俄罗斯、包括欧洲、包括印度啊，都是这样，包括日本。那它都是液体火箭发动机先点火，点火之后，先是就有点像我们开油车、汽油车，把油门打着，那个时候呢，油门是处于发动机是处于一种怠速运行的状态，那火箭发动机也一样，刚开始的时候处于一种低功率运行的状态，然后看发动机工作是稳定的，这个时候我再把油门开到最大吧，或者叫足够大，然后一看还是正常的，这个时候我有一个专门的叫做牵制释放装置，然后用这个牵制释放装置来把这个火箭给释放。关于这部分呢，我正好有2个视频，可以请大家来看一下。请稍等一下，先看一个就是说土星5号火箭，发射过程中的，它主要大家注意2个，第一个是各种连接器里面的这个脱落，你们能看到。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就是这牵制释放，牵制释放那个时间很短，大家如果看不清楚也不要着急，我还有把它放慢了的视频。咱们先看第一个视频。嗯，稍等啊。哪里去了？哦，对不起，对不起，声音是不是太大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声音太大了，非常抱歉啊。我现在这个声音还不好，非常抱歉，非常抱歉。大家注意，现在这些连接器一个一个脱离啊，这就是牵制臂打开。我们再看一遍啊，抱歉，抱歉，刚才那声音太大了。看，连接器分离，然后下面还是先连接器分离，还是连接器分离，注意到了吗？这些都是连接器分离，一个一个脱落下来，包括加注管路，就是液路的连接器啊，这是牵制释放打开，对，这就是土星5号发射时候的情景。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放慢的这个放慢以后的这个牵制释放打开，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稍等。注意，注意，注意到这个牵制臂慢慢的在打开。我们可以看左上角这个画面，这就是土星5号牵制释放机构的这么一个配图。我们再看一遍。这些牵制臂的这个牵制力到底要多大？都是需要经过非常精确的计算的。所以我看到正好也有有朋友在我的视频里评论，他首先是发了一个这个猎鹰9号火箭有一次在这个整个是发射台上直接就爆炸了，带着卫星把卫星也炸毁了。
那次应该也是他的一次静态点火实验，全舰的静态点火实验，然后炸毁了。然后说这个比这个天龙3要厉害多了。然后呢，我说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那个朋友就说我这双标，那个人。然后实际上我是这么着说啊，火箭发射的时候出现这种在台子上的爆炸，这个是我们每一次做预案的时候都有，每次火箭发射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这种预案，就是说你这个火箭如果发生了爆炸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处理？那最基本的就是我们发射的前人员要撤离或者躲进地下室里头去，这些的相应的这些基本措施。另外准备好救火车什么的都在发射场附近，救火车、急救车，所有的这些都有。所以这种的话，如果你炸在发射场，这是我们预计范围之内的，我们有预案，可以按照预案去处理。然后你静态点火实验的时候，你有预计它飞走吗？如果你有的话，那你就把这个预案公布出来，就是说你公布出来，我们是做了这样的预案。所以的话，而且飞到哪儿去，你有预计吗？你要是有预计的话，也把它公布出来。它可能为什么会飞到这些地方去？然后为什么其他不会飞到其他地方？都把这些公布出来，那就没问题。你只要能够做到这点就可以。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没太必要来讨论。你那个完全是属于失控行为。那如果要是你连出现事故，然后根本就不在你预计范围之内，那这种事情就等于超脱于控制了。对于我们这种做航天的这个来讲，这是绝对禁止要避免的。换句话，如果要是说你说这个属于我们知识没认识到，就是没认识到你那个拉力可能把它拉不住，那我只能说你的那个水平可能，嗯，小学水平，小学生水平差不离吧？是不是也就是小学生水平，然后拿了个博士学位啊？所以不用谈这些东西，对吧？然后我看啊，下面的是我说到30分钟的时候开始读现场的这些评论啊。然后这个 Starliner 说了，然后这个呃这块儿有个这个朋友叫张琪，美的显然已经遥遥落后了，强国已经实现全程动态静态点火，全过程动态点火实验，而且是以人为本，靠着居民区方便大家欣赏。对，我觉得您说的很对。嗯，然后有朋友在这块儿问这个 Galaxy 在这块儿问这个多少吨的出力，我不知道您这个多少吨的出力是什么意思啊？我理解的是您是不是在问这个猎鹰9号火箭啊？他也是在评论我那个猎鹰9号火箭全程静态点火实验的。我理解的话，就是说您是在问我这个猎鹰9号火箭的这个一级的总推力是多少？一级的总推力呢，猎鹰9号是775吨。那这个天龙3号的话，有好几种说法，在这个维基百科上说的是770吨。然后根据这次的这个静态点火实验，后来天兵公司官方的说的是820吨。如果要是按照在维基百科上说，它这个装了9台这个那叫什么呀？它的对不起，我一时忘了它那个发动机型号了。就是它的那个发动机的话，应该是它的发动机的话应该是9台，每台发动机的推力应该是110吨。那它的按那个算的话，它的推力大概是990吨左右。这个 NT Guilty 在这块说，我在家炒菜，把厨房烧了，火势蔓延到邻居家门，把门也烧了。
我妈来问我，我说炒菜之前我就让邻居别在自己家待着，只烧坏了门，所以他们家一个人都没事，他们家人一个都没事儿，也是在评论我这个009号全程静态点火实验这个视频的。是这样的，实际上就是你现在影响到别人了嘛。我觉得这次的这个静态点火实验，呃，没什么太多可说的，已经。这里有个朋友在这块儿就是也是我这个猎鹰9号全程静态点火实验这个，在这块儿说这个还有2条钢索，这个事儿我正好跟大家一块儿来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实际上也挺有意思的。给大家看一个图啊，稍等，我共享一下。大家请看现在这个屏幕上的这个图，我在这块儿现在给这个图呢，等于做了一个标注。首先是最上方这块儿，我标了一个叫做顶部实验工装，然后在这顶部实验工装左右两边儿，我这块儿现在有一个叫牵引钢索1、2和牵引钢索3、4，这4条钢索是比较粗的钢索。那在这块儿拉的这个火箭。大家可能认为是不是说我静态点火实验的时候，那火箭发动机产生的推力主要是靠这4台钢索来承受的呢？事实上，我觉得它可能分担一部分，但它主要的作用，就这4条钢索的主要作用，还不是来抵消火箭发动机轴力的。我刚才就在说静态点火实验，实际上它是一个一子级，就一子级静态点火实验，它是一个用来试验一子级的，而不是着力于试验火箭发动机的。这要是说试验火箭发动机，也是多台火箭发动机，而不是单台。所以的话，我们为了能够让一子级静态点火实验的时候，尽量模拟和真实火箭相近的情况。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一子级静态点火和真实火箭发射的时候的静态点火有什么区别呢？最简单的区别就是它没有2级，没有上面的载荷。所以的话，最好的情况就是我们能够想办法来模拟2级和上面的载荷。那通过加这个顶部实验工装和这个牵引钢索1、2、3、4，我们就可以通过钢索的这个牵引力，就可以很好的来模拟顶部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就是1级、2级火箭和载荷是多少，就可以很好的模拟起来了。而且加这种钢索的话，实际上它能够承受对底下的这个火箭发动机的轴力的帮助是很小的。所以主要还是要在底部，像刚才咱们看到那个牵制释放装置那样的，把底下给勾住或者固定住，那才是主要承受的它这个轴向力的这个主要结构件、成力件。但是一级火箭竖立在这儿的时候，实际上还会受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是风载荷。如果要是风速很大的话，那它这个风载荷，因为它的作用力离底下的火箭底下的这个根部啊，就是和这个实验台的这个结合部的距离会很远。你比方说009号火箭，它这个一级可能长度可能得有超过50米了吧，可能得有50米了。那你那个风载作用的高度可能就是25米，这个25米作用下来的话，等于到它这根部的力臂长度就是25米，所以这整个这个弯距是很大的。为了克服这个风载荷的会怎么做呢？所以你们看到地上有钢索的这个固定座，那分别位于左下方有一个钢索固定座，右下方有一个，然后在右下方这个钢索固定座再向上再向左一点，我这儿还标出一个钢索固定座，然后嗯我们还能看到钢索5、6、7、8这几根钢索，它的倾拉角度呢都比较大。那这几根钢索它的主要作用呢，实际上我感觉很可能就是为了抵消风载荷的。所以从这张图上，就是009号这次实验的时候，你就能看到人家考虑的还是相当全的。第一，人家模拟了这个2级和上装的这个有效载荷，
这样的话呢，对一级火箭整体的这个结构受力就会更加真实，因为你实际上你顶上是受力的。你像这次的这个，怎么说呢？这次的这个天龙三这块儿的话，你即使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你也没法模拟你顶上受力之后，你这个火箭，因为你是一个细长杆嘛，会不会失稳，然后被压坏，这些都没有模拟到。这些都没有模拟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也许本来这个天兵是打算以后再做这些的，也有一种可能是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那我还是希望它是前一种设想，但是从它这次出现的这个问题，就是底下的一些受力，情况就没有搞清楚。那我怀疑他们是不是也没有搞清楚，上面这个受力。因为我发现实际上就我认识的这个国内搞民营航天的很多朋友也没太搞清楚，这钢索1、2、3、4和顶部的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因为你没搞清楚它干什么用，你就不可能想到。这也是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这次天兵的这次，出现的事故，那暴露出来的最大问题是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将来真的能够做到，中国的009，因为你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没有考虑到，那你怎么能做到更复杂的问题呢？所以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关键。那好吧，那现在我来看一下现场的问题啊，因为那个抱歉，今天我这个设置可能有点毛病，然后我就不能够打出这个现场的这个问题像以前那样打在屏幕上了。到时候我下来我再琢磨怎么样把这个我到底是哪儿设置出问题了，肯定是我的问题啊。然后首先是卡尔加厨这边非常感谢您10个小时，太感谢了，实在是非常感谢。然后李好才，这个说是星舰5飞在4周之内，那个马斯克在推特上说的，这个我也注意到了，刚才我也提到了，非常感谢啊。然后尼尔达非常感谢，还有这个牛叉，然后香港小市民非常感谢。尼尔达说这个还有这个 One Yen 来了，谢谢。然后卡尔加图说，对比着看，似乎 SpaceX，博卡奇卡场比较宽敞，那些液体运输车比较容易放，那些导管也比较容易安排。是的，就是说你这个实验场还是要，选址的时候还是要尽量选择这个空旷一些，要不然的话，实际上我以前也做过这种实验场的这个发射场的这个布置的这个规划。是很痛苦的，因为你那个火箭那么长，包括怎么进车、怎么出车，然后现场需要多少车，然后都摆放在哪儿，我要仔仔细细的就一步一步的全都给摆一遍，然后怎么进怎么出。如果要是有一点没考虑到，你有可能将来建成的这个实验场就根本就没法用，你还得再改建去。这个实际上是很重要，也是很重要的一点，等于就是你要在脑海里把这些全都想清楚，每一个流程要用几辆车，要用哪些车，哪个车先来，哪个车后来，然后大家进去之后是这个车进去之后，然后他卸了货，他就得赶紧走，还是说卸了货之后他也可以停在这儿，或者他如果不能停在这儿，他能不能移到其他的一个地方，这些全得在实验场都得考虑好，全都得考虑好。嗯，没有听到声音啊，就是那个视频没听到声音，那还好，那个刚才实在非常抱歉，那个声音太大了，太抱歉了。然后这个在下面还是这个卡尔加图在这块儿说的是，天龙的这个就是说天兵的这个实验场，它是一个矿坑，看起来也不是啥开矿，有点像采石矿。还有其他的航天大国也是用矿坑吗？我猜是用来防止意外爆炸的。用矿坑来讲的话，这种废弃的矿坑还是就是说相对来讲比较便宜。然后呢，这个总的来讲，我们那时候论证过，就是用矿坑的话还是比较不错的、比较好的一个选择。而且还有一点是交通比较方便，因为一般矿坑都会有路了。公路设施都会比较好，所以用废弃的矿坑来讲，本身是一个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包括就是现在搞海上发射，准备用一些废弃的这个海上石油平台，这也是一个相对来讲，目前看是比较经济性的一个选择。当然，这是在怎么说呢？这是在现在我们还在研制阶段的。如果将来航班化的话呢，当然用矿坑什么的可能就不是特别，不是，不对，那不是发射场。矿坑的话还是用来做这个实验场，应该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关键是你选的这个矿坑离城市、离居民区有多远的问题。牵制释放如何在2秒内判断发动机是否有问题？呃，它是这样的，那个大家要知道，这个整个航天发射这是一个系统。我先来说啊，它这个火箭上会有一个控制系统，这个控制系统本身会获得所有这个火箭各个传感器上的这个参数，包括了火箭上所有发动机的参数。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的话，在地面上有一个叫发射控制系统，这个发射控制系统和火箭上的这个控制系统的主机是联网的，连在一起的。可以通过数据链路连在一起，所以在发控系统的这个地面的这个发控系统主机上是可以收到火箭上所有发动机的这个信号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当发控系统的计算机收到了这个所有火箭发动机都工作正常，可以发射的信号可以进行判断，可以进行发射的时候，它会给牵制释放控制系统的计算机发出释放的指令，然后牵制释放系统就释放，这就是一个控制回路，就是大概是这样的。然后下面这个 Burton 123在这块儿说，发动机一般是怎么固定在火箭上的？猛禽的照片好像没有固定架之类的。发动机的话，它一般顶端实际上它还是有一个小支架，一个顶盘儿这样子，在这个发动机的上方。然后这个顶盘儿，火箭的上面呢，尾部呢，它有一个叫成立结构的这个框架，然后把这个顶盘儿再装到这个成立结构上。这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比如说咱们装吊灯或者是吊扇，上面有一个成立盘儿，然后呢，装到天花板。你天花板的话也不能是那种吊顶的，就石膏板的，你也得有一定的成立件儿，基本上是你可以这么理解的一个结构。卡尔加图说，相比土星5号的发射，我经常感觉 SpaceX 的场地有点乡镇企业的派头儿。也可以这么说吧。我觉得这个土星5毕竟是国家队啊，那个雄壮的气势还是很强的。毕竟那是当时是要给苏联人看的嘛。对，然后这个 Burton 123在这块儿说，牵制臂牵制臂释放时怎么不会被火箭向上方向的力卡住？这个就是要设计啊。实际上我当时我就专门做这个设计，就是我跟你这么说吧，火箭向上升起来的时候，它有一个向上的加速度，它有一个向上的加速度，这个速度是多少？是可以算出来的，对吧？然后呢，这个牵制臂的开启速度一定要大于这个火箭的这个速度，这个是要经过精确计算的。那我当时还专门去算过，而且跟别人好好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我牵制臂的打开速度必须要高于火箭的这个升起的时候这个速度，所以它不是你拍脑子就来的，这些都是要配合着进行精确计算的。然后还有这块儿，这个 Paul 小说，我有一个问题，我看长征5号火箭发射后，火箭上自带往下拍的摄像机里看到这种情况，开始火箭外面的油漆是正常的，
过一会儿每次都会变黑，然后油漆层脱落一样，这是啥情况？我看其他火箭不会有这种现象，包括长征火箭，包括长征其他火箭好像也没有变黑这个现象。嗯，我没有注意到这个情况。在这个我的频道下面有我的这个 Discord 的链接，您可以加入到我这个 Discord 群里，然后您把您这个视频的链接发给我，然后我看一下，我再回答您的问题。您看这样好吗？然后对，这个万燕这块儿说，钢索肯定不是主要的，真实发射的时候没有钢索也要锁住火箭。是的，所以的话，我觉得那个4根粗的钢索，它实际上它就是模拟二级载荷。静态火箭怎么测火箭的推力？有没有安装传感器吗？静态点火的时候，它这个火箭的这个推力的话，实际上很简单啊。我包括这个螺栓啊什么的，这些紧固螺栓在最早期实验的时候啊，我说在早期，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一般来讲要做特别特别多的这个模拟，就是特别要采尽量多的数。所以的话，我们会在螺栓上啊什么的都贴这种电阻应变片，会把所有的这个电阻的这些情况都会给它测量下来。那还有发动机上它自己的那些参数，也可以计算出每台发动机的这个力是多大。所以这个大家呃不用担心。然后这个 Tycoon Back 说天兵这态度应该禁止做载人任务。现在先不是载人不载人了，我觉得天兵现在还是先把他自己，他能入轨吗？他现在还是先把入轨做了吧。这个天龙三的这个入轨先做好，然后再想想他怎么去实现他的回收吧。我看，然后还有以前星期六是偶尔听一阵唠嗑，现在是火箭发射频道，好吧？嗯行，非常谢谢 Burton。然后我再看这边儿的，这个好小啊，呃，嗯这块儿的问这个，马里浩啊，这个说问我天龙三火箭静态点火的固定方式是按照搬009的吗？还是我又不是天龙三的这个设计师，我当然不太清楚它是固定方式是不是照搬009的啦。但是我从它现在的这个图，就是我看看啊，稍等。稍等，我看看我能不能够把这个图找到。呃，稍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啊。大家注意这个图，特别是注意右上角这种连接方式和稍等。大家请记住右上角的这种连接方式。再看另一个图。和这种连接方式，这两种连接方式，我觉得是非常接近的，所以的话，基本上它这个形式是一样的。然后卡尔加图，尼尔达非常感谢啊，尼尔达，我这看到了，那个非常感谢。然后这个卡尔加图在这儿说，这个 SpaceX 博卡奇卡的这个厂子，背对大海，这是一条现成的公路，在那上面开车基本上就是在火箭旁边走，要试验或者发射封路，有时候对附近老百姓就有意见，我想去看发射，
都是当地警察的封路通知，封路就是要发射的一个迹象。是这样的，实际上在中国也一样，它有的时候这个一般来讲说宣布封路，实际上就是要发射了，中国也会是这样。然后这个 Burton，123说网上有说美国向中国求救 Starliner，你觉得可信吗？我觉得这个问题不用做什么太多的讨论吧。这个有可能要做需要SpaceX 的龙飞船干什么去了，是吧？然后这个，嗯，卡尔加图还有就是说，一直到入轨其实都是大国的成熟技术，后面那些翻身啦，返回站啦，其实都有点儿挑战，是这样的。然后这个 Allen 叶，我印象发射后会脱落的是保温泡沫，有几种可能吧。在发射过程中，你看掉下来的呢，像中国的那个最典型的就朱雀2火箭，发射的时候它下来的是好多保温泡沫。然后像是你看这个星舰的这个发射，它也会有好多这个白色的，或者刚才那土星5啊，刚才这个土星5也是，土星5发射的时候，大家要不要再看一遍？这还是挺壮观的，我还是觉得，土星5这个发射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非常的看着让人感觉很舒服。再看一遍吧。稍等啊，我给大家把这个土星5这个再调出来，大家可以再看一遍。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也是有大量的碎块掉下来。这些掉下来的东西是什么呢？这些东西掉下来的实际上是冰，因为你那个液氧，它这土星5的1级是液氧煤油吧，我记得液氧煤油发动机，所以它会有这个在液氧的那块会有大量的结冰。对，现在就看到了吧，这么多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冰，其实都是冰，所以它主要分2种。然后，卡尔加图在这块儿问，天龙3号的这个壳体是不锈钢还是传统材料？我记得天龙3的这个壳体应该是铝合金的，现在使用不锈钢的应该就是朱雀3，那朱雀3好像也是快要发射了，但是朱雀3的话是使用的是这个，使用的是不锈钢的。然后这个尼尔达在这儿问，土星5发射的那个相机机位多，剪辑真好，细节全面。毕竟在美国影视方面也是，我觉得整个这个过程，大家看一下这图5这个发射还是挺壮观的吧。不过，可能星舰发射，我觉得还是应该是更壮观的。星舰的发射还是应该是更壮观的。然后这个 Tommy Lim 问中国的长征5号火箭和日本的 H3就技术而言，哪方面更先进一些？实际上，日本的这个 H3火箭的话，我没有太看，因为我感觉日本的H3火箭好像更倾向于是用于发射同步轨道的。它现在我能查到的数据反映，它能够发射地球轨道的近地轨道的这个卫星的，好像参数基本上都没有，所以我不太清楚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所以不太好做比较。但是日本的火箭的承载系数一直是很高的，这个倒是我觉得是日本火箭的一个优势的地方。然后其他的比较的话，可能
长征5号毕竟有过这么多发射，从目前来看的话，长征5号的可靠性还是比较高的。那H3火箭，我记得到现在为止恐怕只进行过3次发射吧，第1次还失败了，然后第2次、第3次应该都是成功的。Burton 在这儿说，中国火箭发射直播的时候很多都是动画，基本上是这样的。实际上，中国的火箭我觉得机位还是少嘛，可能那个什么，民用火箭公司发射的时候，可能相应给的这个机位，因为那些机位一般都是民用火箭公司自己的这个布置的相机，可能就是稍微多一些。然后尼尔达在这问 H3火箭发射是在日本本土吗？是在那个日本种子岛。种子岛的话应该是在日本南部吧，我具体的位置我也没太注意，但是肯定应该是在日本列岛的相对来讲比较偏南的地方，因为那样的话会比较省燃料，比较省推进剂，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我继续看啊，然后在下面的这个，中国火箭发射一般是指空大厅，镜头给大屏幕和总师。啊，我到时候那个 Paul 肖，我到时候更新一下我那个链接邀请吧，我到时候更新一下，等我下了播之后，您待会儿大概再过一会儿再看看。然后这个撒巴，中国发射火箭为啥不像老美那样把实时高度和速度显示出来？这个可能不一样，各国有各国的这个转播习惯。那中国有他自己的转播习惯，咱们就也不好说了，具体怎么样，反正我看现在俄罗斯慢慢的也在学着美国的这个在走，我觉得慢慢的可能会越来越好吧。然后卡尔加仇仔就说，休斯敦的 NASA 展厅中有一套阿波罗图5横躺的，可以非常近距离的端详那个超级火箭，包括那些奇怪的乡镇企业打造的管路，非常有趣。你是在你是在馋我是吧？希望我到时候我尽量我跟老范商量，然后有空就可以的话，就有机会一定要去趟这个德州，而且我一直对德州印象特别好，就是既有一点拉丁风情，然后西班牙的风情，然后呢又有这种美国的这个味儿，然后还有一堆牛仔啊，然后同时可以去打打枪啊什么的。我倒是觉得这个真的挺好的。行，我继续看一下下面的还有什么，刚才读到哪儿了？啊，还是然后这块儿这个还是有朋友在这儿说，我的这个全程就是009的这个全程静态点火实验，说150秒，这要是用来发电可不少。这行吧，差不多吧，大概就是400吨油嘛400吨油大概能发多少电？不是400吨油，怎么是油和氧气一共400吨，200吨油，我没算啊，差不离就是这样。然后这块儿这有一位朋友还是在说这个，全程静态点火实验的009全程静态点火实验，说这个点火时间好长，然后星舰的点火时间短，说为什么？实际上就是我从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实际上我就在回答您这个问题，就是它这种静态点火实验实际上是分好几种。那我最开始的时候，我一般呢要先摸底，那个时候我以前还没做过静态点火实验，我也不知道我这些设备是不是好的时候，我要先摸底，时间会短一点儿。随着技术的成熟，然后慢慢的我要有航班化的这个要求，我的可靠性要求会逐步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我就需要慢慢的需要进行全程静态点火实验。当进行全程静态点火实验的时候，一般来说明你这个产品就已经趋近于相当成熟了。就基本上属于那种相当于你这个车，
最少大家都知道，国内有几个这个汽车实验场嘛，比如在靖远、在海南都有汽车实验场。那你这些汽车要上市之前，实际上都要扔到汽车实验场去做各种各样的测试，全程静态点火实验，基本上相当于你已经把这个做好了，然后扔到那个实验场去测了，一测过就基本上就可以开始用了。然后我看啊，这个 snowboard DW，也就是说，中国火箭的回收火箭一定要走马斯克的这种模式吗？中国应该探索一些其他的回收模式，像 Dream Chaser，再走别人已经验证成功的路，在科研领域是一种浪费。实际上是这样，Dream Chaser 这条路，人家美国也早就走了，那个叫做什么呀？叫做这个航天飞机，就是这么走的。而且中国 Dream Chaser 这个也有啊，中国不是现在有一个可重复使用航天器，只不过是无人的，那个也是在走。但是就是说，目前来讲的话，我等于马斯克的这种回收的这种模式，实际上可能现在反正我知道在中国国内还没想到一些更好的模式，或者说基本上和它相当的这种回收模式也没有想出来。这个东西实际上马斯克的现在新建的这种新建的这种回收二级这一块它等于是一种创新了。然后我们再来说一级的回收，一级的回收的话呢，它实际上，马斯克等于向大家提供了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像猎鹰9这样的支腿回收，第二种的话是像星舰超重这样的这个快走回收。那这也是一种真的是他一下提出了两种创新，而基本上现在所有其他的航天企业连它的第一种就猎鹰9的那种都没有能够实现了。即使是蓝色起源的那个新格伦火箭，那今年下半年准备打，它基本上走的还是猎鹰9的那种模式，就是支腿回收的模式。所以马斯克在这块的话，应该真的是遥遥领先了。你如果不把支腿回收的这个模式的技术吃透，你想去搞一个自己独立走出一条全新的这个其他的这种回收方式，难度还是很大的，而且要经过很多失败，也要投入很多的资金。你不管是面对的就是舆论的压力，还是领导的支持，还是什么，是否挺得住，这个可能是一个问题。对，我看看啊，这么多原料好浪费，也不能回收，做烧烤也好，是啊。这个殷元礼，也就是说做足了1个钟，还是评价这个猎鹰9全程静态点火实验的。然后李好才在这儿问，这猎鹰9点火的时候为什么会冒黑烟？平时发射星链的时候看冒的是白烟，实际上它就是因为你平时发射的时候它是在空中，然后没有其他的物质，它那个燃气那个产物就是燃烧后的产物。但是你静态点火实验的时候的那个物质呢，它还夹杂了发射场上那些场地上的那些物质变成细碎的颗粒，那么可能就会形成黑烟了。嗯，对。然后嗯，还是有人在问这个，猎鹰9的这个实验的这个拉绳的问题。拉绳的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解释了，包括4根粗的，包括还有4根细的。不过我在这儿要强调一点啊，就从那张照片上，我只是能够隐约的看到这4根绳子，有可能在实际的时候更多。所以的话，你真的想去，像素级的去，克隆别人的，或者说是学习别人的，实际上是需要很大的耐心和很细致的这个，分析的。我现在能够掌握的资料大概是就只有这些。但如果我真的要让我去像素的去克隆它的话，我还要去收集更多的资料，我还会要求，给我提供更多的资料。
当然这个是从其他的人来帮我想办法的事儿。所以你真正的想去学习别人，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也是一个需要非常的细致认真的。如果你呢不能够，我觉得就是说啊，我是指就是说，也是干这个的啊，航天相同的这种从业者，如果你不能够看的比我更细，就是你也是个搞航天，而且就是想搞这静态点火实验这一块，如果你不能够看的比我更细，那你就还是不要干了。因为我都并不为他负责，我都可以看到这么细，你除非你能够看得比我还细，分析的比我还更入理一些，你才有可能够把它干好。不然的话呢，你可能连我的水平都做不到，差别就是这意思。卡尔加图在这块儿跟我聊，说他以前去南岩机场搭飞机的时候，感觉路上碰上一个大院儿。实际上呢，你那个大院儿就是我们那个大院儿，叫做中国，上面写着"中国航天"4个字，那个叫做那原来还挂着首都航天机械公司有一块牌子，那个大院儿就是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那你应该是看到那个院儿之后就右转弯去那个南岩机场了。大概是这样，我是在那个大院里生活了，就是工作了将近20年吧。嗯。然后啊，考虑到这个 ZMETA8在这块儿就是说到评论我这个就是试飞后，马斯克直播答疑的时候说这个答疑的时候，马斯克不是说他们现在也在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搞一个项目，准备搞一个太空望远镜。那它的这个分辨率是哈勃太空望远镜的10倍以上。在这儿说这个，实际上，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太空望远镜对于我们去看宇宙肯定是要好得多的。马斯克倒并不一定，因为这个 ZMETA8说他要去看这个，要把它当成锁眼儿。锁眼儿是美国著名的这个侦察卫星啊，说它这个分辨率也就是10倍的锁眼儿。我觉得可能应该不至于用这种设备来侦察地面，显得有点浪费了，而且轨道也不一样。看太空的话是要打到这个地日拉格朗日 L2 点去的，你要看地面的话呢，一般是放在近地轨道上的。所以我还是相信马斯克还是在这方面，特别是这种卫星，这种太空望远镜会价格是非常非常高的，它应该不会用来做对地侦察这样的低价值的任务的。嗯，还是这个 ZMETA8在评论我那个嫦娥6号的这个返回打水漂这期节目里说，就是说打水漂的这个时候来修正弹道，一般是在什么时候修正？它实际上是这样啊，落到第一次触到大气层要弹起来的时候，弹起来，它就可以通过自控发动机往旁边喷气，然后就可以横移，就可以我们叫做这个偏航方向，偏航方向就可以偏开，这样来改变自己的这个轨道。当然，这种做法的话，对于嫦娥6号来讲呢，就是我们从接近于地球赤道的这个位置切进去，然后靠喷气把它最终着陆点呢，却位于这个内蒙古四子王旗。那它的怎么说呢？就是说会偏北了很多了，这是一种方式。当然也可以有一些军事上的应用。你比如像是那个俄罗斯的这个所谓的那个导弹叫什么呀？不是匕首，不是匕首，锆石高超音速导弹，那它的这个机动方式就应该和这个类似，对。然后这个One 在这个朋友问我，就是说，嫦娥6需要1个月往返，美国不需要这么长时间，这是为什么？实际上是这样，嫦娥6号的话，它等于是在月球背面着陆，
所以他先第一去到月球轨道之后，在这个要好好的绕月工作一段时间，然后虽然预先已经确定了大致的这个月球落月点，但是他还是要工作一段时间绕月，好好的对这个着陆点进行复核复查，把这些都确认好，这是需要一部分时间的。然后再选择落到月球，落上之后，它真正落上到采集可能也就只用了2、3天时间，它去大概也就用了3天时间。然后呢，返回之后在月球轨道上还要进行一些调整，然后把这些都调整好之后，最后才回。它回的时间也很短，实际上主要是这个过程中的这个调整和确认的这个过程。嗯，主要是这个，而并不是说这个长征5号的运载火箭，因为我们知道嫦娥6是用长征5运载火箭发的嘛，而并不是长征5号的这个运载能力的问题。嗯。这还有个朋友说，高中的时候喜欢物理，上大学阴差阳错去了西南政法，好吧，好吧。然后那个有人猜长征5号动力不足，所以说发这个嫦娥6用时间长，这个是不是的？嫦娥5号发嫦娥6的这个动力是没有问题的，它可以对，主要是这个意思。然后有朋友卡尔加图在这儿说这个韦伯望远镜这种东西，大国弯道超车都不想做了。实际上实际上应该这么说吧，因为就是说中国可能好多科研还是比较势利的，所以有些东西不能够看到短期的经济效益的话，他就不做。最典型的就是芯片。芯片的时候，因为我记得80年代、90年代那时候我爱玩音响，玩音响的话，那个时候有用这个做各种各样的机器，做功放，然后用这个功率管做，还焊个电子管的这个功放。还有那时候如果要是说真正这比较好的，实际上是用这个集成电路的，那时候那集成电路很难搞，那个 NE5532那个是一个运算放大器。我们就是说，如果要是用这个集成电路来做功放的话，就可以把这个做得很简单。但是当时国内呢，好像是也生产一些运放，但是性能就要比 NE5532就差远了。那时候台湾呢也还没有起步它的这个集成电路呢，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呢，中国大陆的这个集成电路水平和台湾是基本上相当的。然后呢，后来那个经济水平的话呢，当时中国大陆要比台湾差很多。后来中国大陆呢，经济起飞就快速增长，现在就已经缩小了不少和台湾人均的差距。但是集成电路上却和台湾的这个差距就越来越大了。因为我90年代那时候，你像英特尔的那个 CPU 产地一看都是马来西亚、印尼，现在慢慢的基本上都收到这个台积电下面了，是吧？所以，像台湾最终把自己的发展方向定在了，比方说芯片制程这一块儿的话，我觉得是他们一个这个是真正的下大棋的考虑，这是真正的下大棋的考虑。所以你觉得韦伯太空望远镜现在可能没什么用，所以你不搞，也许50年、100年之后，可能这就又变成一步大棋了。大概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或者说即使韦伯、哈勃成不了大棋，但是不对，韦伯成不了大棋，好吧，算了，不多说了，大致是这么个意思吧。我觉得，有些时候到底谁在真下大棋，不是用嘴说的。行，我看一下这个现场的这块儿的这个评论啊，呃，这个黎曼浩啊，
上星期看重型猎鹰发射2台助推器回收的画面，感觉是在看一场秀，但是人家现在就是这样啊。现在可能 SpaceX 用27个一级，现在可能是28个了，一级火箭，然后大概它打了，现在有297次发射，那怎么看？就怎么说呢？所以感觉不太好说。哦，可能还不是28个，现在可能是30个。我记得那次重型猎鹰发射好像3个一级可能都是新的。然后再往下看这个，猛禽发动机是世界上第一种实用的全流程分级燃烧发动机，难点在哪里？为什么之前不用？全流程分级，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个 Burton，您的这个问题呢，比较麻烦，真的是要好好来讲。实际上我们要讲富氧循环，什么叫富燃循环，什么叫富氧循环，然后什么样的话才是这个什么叫全流程分级燃烧，这一块可能要讲，这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明白的。但是就是说总的来讲的话，使用这种的话，等于燃烧的效率越高，采用这种燃烧方式效率高，大家就可以感觉更省燃料，基本上可以这么理解就行。这个就是属于那种精益求精的。实际上我觉得目前对于中国或者对于其他的那些航天企业，可能它倒并不一定要非要在这块来下大功夫。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未来的发展方向，然后去做一些研制工作。但是你现在首先的是你要能够解决一个火箭的，回收然后复用的这个问题，这才是你摆在你眼前的目标。你即使拿现在的这个发动机进行改进，改进了之后能够让它回收复用，能够做到这点，我觉得就已经很不错了。至于做成这种全流程分级燃烧这些，这个都是锦上添花的事儿，这不是对于其他航天企业来讲，不是一个最重要当务之急。卡尔加丑在这儿说过于先进不便展示，您都然后这个 Atkins YK 在这儿问天龙三在意外升空之后喷出的黑烟是怎么回事？是收到发动机指令，还是发动机故障死火喷出的黑烟？这个就不太清楚了，因为我又不是他们公司的，我也不知道他们这个整个过程，具体的这个过程还得由他们来判断。但是我只是知道黑烟的话，一般表示的是燃烧不充分，表示它的这个缺氧，氧气可能比较少。至于它是怎么产生的这种情况的话，那必须得是由他们来才能给出，或者说，国家成立一个调查小组，然后拿到相应的这些数据，然后才能给出。Hanks 在这问，星舰可以把发射成本降到$200每千克，这是指液体燃料火箭的极限了吗？有没有可能降到100或者更低？这个我还，真没有仔细推算过，但是我觉得，它可能是每次应该是$100万，加注的燃料费啊，这个星舰，$100万的话送入轨道，然后呢，我们假设是100吨，那也是100万100公斤，所以的话，我觉得极限可能是在$100，这个就是不是极限是$100，$100的话呢，是按照目前来算的液氧和这个甲烷的价格来算，每公斤$100，这是它的燃料费。然后整个这个发射成本里还要包括星舰的这个折旧的费用、发射场地的使用费用，将来包括保险的费用，还有呢，其他的一些检测呀什么的这类的费用，大概是这样子。所以$200，我感觉，接近于极限。因为我们现在一般航空公司的这个燃油的费用，一般是占我们机票的，就低的时候啊，就那个高的时候大概可以占到60%左右。所以$100是现在的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液氧和就一次发射所需的液氧和甲烷的价格。当然，有可能以后甲烷和液氧的价格降低了，那这个钱就可能还能还能再低一些。嗯。
然后，卡尔加图说火箭燃料做烧烤也属于敏感话题，是吗？这我都不知道。哦，对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好吧好吧。汉克斯说第五杯只回收1级，不回收，为什么不回收2级？我觉得大家实际上不用这么着急吧，就是一步一步走。你现在的1级回收的技术比较成熟，所以我先把1级来回收。那2级的话，我能够把这个回收的之前的这些动作都做出来就可以了。另外你2级回收用什么来回收？用那个 chopstick 用筷子吗？如果要是用筷子的话，那个筷子刚刚在回收1级呢，2级也没有别的筷子来回收啊。所以走路还不能够太着急，基本上还是要一步一步走。我觉得稳扎稳打一点就可以了。SpaceX 现在的进步速度已经够快的了。然后这个 Dan Ren 是就是说，如何看待神舟的6的31马赫水上漂和钱学森弹道让世界都安静了？嗯，安静了吗？我没有看到的什么叫安静了。31马赫也没有多少嘛，3万多公里的回来的速度。阿波罗飞船，包括前面的这个阿波罗的这些飞船的返回，大概从11到17，13号虽然登月失败了，但返回还是成功的嘛。从阿波罗10号开始，10号、11号、12号一直到17号，甚至再早8号、9号可能也是从月球返回的，我记不清了。10号肯定是10号到17号，然后呢，还有那个 SLS 这个火箭的2022年那次发射，从返回的时候进入大气层的速度都是11公里左右的。然后他们到进入大气层之后，它不需要水上漂，它第一地面回收技术够先进，所以的话它可以直接就这个进入大气层，那个可以在海上回收，就海上回收技术够先进。第二个就是它可以怎么说呢？第二个就是它可以防烧蚀系统，防热技术也做得好，所以它也不用水上漂，它就不用打水漂，所以这就是大概就是这2点。也许就是说打水漂这个技术对用于国防上可能就是像锆石这样的导弹上可能会比较好，但是对于用于飞船来讲的话呢，就是一个有必要没必要的问题。我的技术达到了，我就不用打水漂也可以，基本上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概念。然后这个卡尔加图在这儿说，以前微信上有个花名叫做“小火箭”，聊航天非常专业，应当是航天大院那儿的人士，而且一直计算星链卫星的分布，后来消失了。我对这个小火箭还不太熟悉，我以前实际上并没有，我在出来之前，实际上我都不看这个，基本上没时间看，没时间看。嗯，卡尔加图那地方原来是还有一大堆不说了不说了，我不说了。嗯，然后这个太空 Big，然后卡尔加图说，当年国内晶体管儿好跟得很快，北京不少街道小厂都搞晶体管儿啊、多晶硅啊，然后到了集成电路就不行了，就需要科技班儿了。是这样的，当时的中国的是这样，那个前苏联是电子管儿做的特别好，电子管技术做的老好了，但是到晶体管就不行了。中国当时是晶体管技术做的还不错，但是到了集成电路就不行了。但是你现在的集成电路都已经到什么水平了？然后还是卡尔加图说光学望远镜摇晃可以后期校正，是这样的，但是中国的镜片做的不行，中国这镜片做的技术差远了，差得太远了。所以
怎么说呢？就是说，最典型的，你比如像是这个哈勃太空望远镜，当时第一次发射上去以后，就发现那哈勃望远镜得了近视眼，最后实际上就是它多磨去了大概1微米吧，还是2微米，我记不清数了，几微米，成像就差很远。后来没办法，再用航天飞机给它发射了，前面再加了一个镜片儿，对它进行了修正，相当于就是给人戴了个近视镜，给哈勃太空望远镜戴了个近视镜，然后呢，哈勃后来才有了这么多这个天文上的发现。所以，呃，中国的这个镜片磨制的技术，我觉得要差得很远很远很远了，连蔡司的民用的水平恐怕都达不到，连蔡司的民用水平都达不到。然后，Hank 在这块儿问，如果用传统火箭研发方式开发星舰会是怎么样的？怎么一个过程？星舰试飞过程中，传统火箭如何找到？靠传统开发方式怎么找到？星舰试飞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传统开发方式怎么找到？我不太理解你问的这句话的意思啊。用传统火箭方式来开发星舰的话，实际上和现在的这个星舰过程可能也差不太多，但是我们可能会先不是就二级就做一个飞船，我二级还是先做一个火箭，然后二级还是先不回收，然后在一级呢用筷子回收，这是走第一步，然后等到一级筷子回收成功了之后，我再在二级做一个，就是说现在星舰这样的这个二级的飞船这样的一个体，然后开始来慢慢试。但是我试验的次数可能会比马斯克的这个更短更少，只不过周期会拉得很长。周期会拉得很长。你像马斯克的这个星舰，去年首飞4月20号首飞，然后11月18号就进行了二飞。如果做个对比，就像 SLS 2022年12月底进行了首飞11月进行了首飞，到现在了都没进行二飞，这就基本上是属于传统型的这个航天的研制方式。至于你说后面那些模拟的话呢，怎么说呢？实际上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就等于这些设计师在想，会出现什么情况，然后把这些情况都想清楚，然后拿到计算机上去模拟。我这个就要说回到这个天龙三火箭的这次这个事故，就等于是你都没想到这个发动机推力是这么大，然后你的自己的这个燃料耗尽，你的一级火箭多重，加上燃料多重，然后过程中消耗了燃料是多少，总共你这个发动机会产生多少推力，那你其他的还玩什么呀？我们很多这种可能出现的故障，等于都是我们事先先在脑子里想清楚，就是说，哦，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然后我去模拟一下，看看它行不行。这才是设计人员的起到的最重要的作用。如果要是你这些作用都没有，全得靠实际去摸索，那你那些设计人员是干什么吃的？二级您这个 Taikon Bag 说这个二级的问题是隔热问题，二级的问题实际上总的问题这么说啊，二级如果要是说回收的话，就是星舰的二级要回收的话，它要面临很多问题，比如飞行控制啊，比如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现在只能说现在星舰到四飞的时候，它是隔热问题了。但是如果要是从三飞的时候看呢，它是出现在姿态控制不好的情况下，四飞的时候把姿态控制给解决了，隔热又出问题了，等于是这么回事儿。对，啊，小火箭的本名是金强，这个我还没太注意，我待会儿去邢强，我到时候去查一下吧。Burton123说一级火箭不吸入大气来取代氧吗？不行啊，你吸入大气的那个供氧的效率根本就不够。所以火箭和飞机最主要的区别就是火箭和导弹，然后有的导弹不能算啊，
先不把导弹纳进去吧。火箭和飞机最主要的差别就是，火箭是自身携带氧化剂和还原剂，而飞机是自身只携带还原剂，就什么航空煤油啊这类的。然后呢，那个氧化剂是靠大气层里的。但是火箭以它这么高的这个氧化剂的消耗率，是不可能利用这个地球大气里面的。而且呢，随着高度的增加，地球大气的这个密度也在增加，所以含氧会越来越少，所以火箭都不会采用这个一般来讲都不会使用大气中的氧化剂。One 在这块也说对 ，One 说的这个很对。然后 Hanks 说，邢强当时在星链刚开始就建议中国要跟上，但是当时体制很多的人反对，觉得马斯克搞不成。后来马斯克搞成了，邢强在文章里提到了这点。我不太清楚，到时候我再去看看这个邢强这个吧。然后卡尔加厨子就是说，有一次去北京华北光学仪器，希望他们能够便宜点帮我们做个镜头，谈了一会儿不得要领，然后我去厕所，看到墙壁上有那种光荣海报，端详了一会儿，会议室就暗示团队不要讨论了。我们看到他墙上的喜报，觉得他们都没有达到我们的要求。它是这样的，国内反正我也去了好多光学仪器厂，可能，长光算是相对来讲比较好的了，长春光学，然后好吧，基本上反正国内的光学还是差的真的是比较远，别的不说，磨镜片磨的就很糟糕。然后那个One 在这块说，国内风气就这样，之前不一直说航母无用论吗？什么几发东风就能击沉的，现在也花大钱去搞航母，这个就不说了吧。我觉得当时说航母无用论，实际上主要还是就是让大家不要对航母太害怕。但是那个等于我觉得这种宣传实际上是有问题的，就等于你会造成前后矛盾。你前面说航母无用，然后后面那个你又大力发展航母，你就会让人家对你缺乏信任了。所以这也没办法，就是叫做什么呀？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吧。然后刚出来的东西一定是要去唱衰的，然后慢慢的直到最后宣称自己遥遥领先，差不离是这样吧。我觉得反正中国这块儿，可能很多时候还是更倾向于怎么说呢？就是政治挂帅吧，基本上就是政治上的要比这个真正自己科学或者技术上的要重要的多。然后所以也就导致了，我们现在真正能够拿得起来的，最少在航天这一块的这个先进技术并不是很多。你就像刚才有朋友在这块说这个什么31马赫呀什么的，大家可以算31马赫就是3万多33000公里33000公里每小时吧，大概是这么一个水平。不是，31马赫，我想1001乘以30差不多，对，33000就是大概平均11公里每秒。那人家阿波罗飞船那么多飞船怎么回来的？那个2022年的那个12月份回来的11月份发射的 SLS 的那个猎户座飞船怎么回来的？人家都回来了，然后人家为什么不打水漂呢？那个因为人家防热做得好，所以不用打水漂。当然还有一点，就是人家的这个海上回收技术好，人家不怕你那个船掉到海上之后被别的国家给抢走了，人美国人能够那什么。那你中国如果落到了海上，是不是还得再专门拍一个纪录片说我们的舰队？因为以前就拍过，中国在
80年吧，80年还是80年的时候，我待会儿再说这个事儿。80年的时候，那个就是说，先不待会儿了，现在说，就80年代中国第一次进行这个洲际弹道导弹的这个发射实验，我们叫远程运载火箭发射实验啊，那时候叫远程运载火箭，不是叫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实验，然后那弹头载入，然后落到了南太平洋，然后呢，当时后来就拍了一个纪录片儿，说那个时候说什么美国的那个船就在我们的那个回收船不远处，他们就要抢，要那个落下来的那个弹头啊，落到海上之后，我们的那些战士们怎么英勇，就把这个弹头给抢回来了，要不然就被美国人给捞走了。这也就是中国等于海上这个回收技术比较差，所以它一般来讲不会让自己的这些飞船什么的落到海上去，它的实际上是受限，有一部分是受限于海上的回收技术问题。那像美国的话呢，那它这就不在乎，那我就海上回收技术强，我就可以保证我的能够在海上进行回收。所以，我们要打水漂，然后呢，从赤道接近于赤道这个平面，然后再向北偏到北半内蒙古去，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啊，大概是这意思。对，然后尼尔达的你说的这个，不是你说的第一个说浪二这个不是很准啊，那不是浪二，那不是浪二，那是别的。80年，还有一个是81年，88年，浪一，就浪一。回收舱尺寸小了，应该更好做防热，怎么会不好做防热呢？你想一想，你只要运载能力什么的够，回收舱尺寸小了，怎么会不好做防热呢？Burton 说嫦娥第一印象现场人都急着插中国国旗，那是是不是因为现场直播啊？反正可能我觉得，哎，这个不评价了，咱们不要评价这些了。星链最大能到多大的下载带宽？以后会不会使用6G？我觉得以后星链可能会是上7G 了，都不是6G 了，6G 是肯定会上的。多大带宽我得去查查，我毕竟是，呃没看那个。88年的那次是我国第一次尼尔达88年那次是我国第一次用潜艇发射的，就是这个，潜射弹道导弹的那次。80年那次是第一个我们从陆地上发射的，是洲际弹道导弹。等于在那之前的话，我们被认为是没有这种，洲际打击能力的。李好才，这个中国的返回舱看起来比龙小很多。它是这样啊，几个，第一个你要就是说，首先是先说嫦娥的返回舱，嫦娥返回舱它不是载人的，所以它本身就很小，这个就一句话就带过了啊，就这么回事儿。然后呢，这个再说神舟的返回舱，神舟返回舱的话呢，它这个神舟飞船本身就很小，它是个3人飞船，所以它是非常小的。它的直径不到3米，里面只有3个人，而且大家可以自己去看那照片，3个宇航员坐到这个，神舟飞船里是挤得很难受的。它是学的俄罗斯的这个联盟飞船，也是这种3舱结构啊什么的，都是这么搞的。龙飞船的话呢，它承袭于美国的这个双子座飞船，然后这个阿波罗飞船、猎户座飞船，你看一下啊，双子座飞船、双子座飞船、阿波罗飞船、猎户座飞船，包括波音的这个 Starliner，包括这个龙飞船，它们实际上是基本上是一系。其中龙飞船的话，相对来讲长得还有点接近于联盟，相对来讲近一点，但是它也要大多了。它直径的话应该是3.7米了吧，大概是高度也要大。里面的成员呢可以到6人，而且它即使是装了6个人也是非常宽敞的。所以龙飞船的这个大小，
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呢，长征二，你像那个发射联盟飞船的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火箭，联盟号运载火箭，它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也就7点几吨。发射神舟飞船的这个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它可能只有6点几吨吧，我记不太准了啊，大概也是这个数。那发射呃龙飞船的这个猎鹰9号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是15.6吨啊，那是还是在一级回收的情况下。你想想它那个飞船能够比那个什么呃神舟或者是联盟飞船要大多少吧？然后，说卡尔加图在这说，星链出现了个便携小尺寸天线，而且宣布很快就会出手机打星链电话了。星链应该前2天刚刚发射了，又发射了一次这个20颗卫星啊，我记得好像是7颗Starlink 卫星，然后13颗Starlink Direct to Cell 卫星。慢慢的可能会这个 Direct to Cell 卫星会越来越多。然后你现在的这个星链天线也在星链卫星天线也在不断的缩小，最后一定会就整合在一个手机里。就跟咱们现在那个大家可能没见过，就本世纪初的时候那 GPS 天线，那个我记得到02年、03年的时候，那 GPS 天线大概最少都得这么大，然后是个磁铁，底下是个磁铁，我那时候就买了以后就吸在我的车的车顶上，然后呢，然后那个天线连着一个笔记本，然后开着这笔记本放到这个副驾驶的上，然后我开着车开到一个地儿，它那个实时还很差，那个半天都响应不过来呢。你动一下，它得过好几秒钟它才能知道你动了，大概就是这样的。但是现在20多年之后，现在就已经到这种程度了。那我想星链的这个发展肯定比这个还要快，所以大家也不用着急，我觉得很快就会完全会把这个 Starlink 整合到这个手机里面了。然后 Starlink 以后的接收也不用再用什么那个接收机，也会就跟 GPS 一样，就整合一个小芯片，就在手机里装一个 Starlink 芯片，然后天线可能就和手机天线合并了。这应该就是最后的这应该就是未来的 Starlink 的一个发展方向了。然后这个汉克斯说，新格伦的1级今年会发射吗？它不是新格伦的1级今年会发射吗？是新格伦今年会发射吗？1级发射的话，你是说像天龙这样发射吗？我觉得绝不可能。新格伦火箭的1级绝不可能像天龙那样发射，天龙在这方面，天龙3在这方面是遥遥领先的，没对吧？然后那个格伦火箭的话，预计是今年下半年发射。OK，我看看也已经1个半小时多了，大家还有什么别的想跟我聊的吗？如果要是没有什么的话呢，我可能今天的这个直播就要结束了。然后今天非常抱歉，我这个设置上，我当时设置肯定是出了一些问题，然后这个，没法儿像以前那样子把那个大家现场的那些留言给打到这个屏幕上，这个非常抱歉啊，我以后一定得去查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然后那个跟大家在这块儿报个歉。然后，汉克斯还在这儿问，Starlink 2代的卫星是不是可以直接连手机？呃，Starlink 的2代卫星，2.0，现在我还不太清楚，我觉得有可能 Starlink 2.0会这个能够直接连手机，因为咱们现在实际上都是 Starlink Mini，嗯。然后这个会回收吗？我不明白您在说哪个回收？您是说这个新格伦火箭的1级会不会回收吗？我觉得今年新格伦火箭的1级想做回收难度可能比较大，即使它做了回收的话，它可能也成功不了。毕竟 SpaceX 都经过了很多很多次这个回收的失败，然后才成功的。
然后这个 SA8说 6G，这一方面我可能真的不是很熟了，我得再去查一下。我主要还是跟大家聊航天的这个比较熟。卡尔加图他就说，不过目前手机，基本是要用 LTE and 5G 网络连手机，后面通过星链，远距离传输，是这样的，它有一个发展过程，但是我觉得这个发展过程会越来越快的，特别是将来星舰建成了，这星舰这个投入这个发射之后，用来发射星链卫星之后，这个速度肯定会大大的加快。我估计从明年下半年开始吧，可能星舰就会开始发射这个星链卫星了，到那个时候的那个建设速度就会更快了。然后长征5号的实际运载能力，长征5号我记得，它是长征5号主要是用于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的，它的地球同步轨道运载能力是多少？我记不太清了，8吨还是几吨？然后长征5号 B 是用来发射近地轨道的，长征5号 B 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是25吨。卡尔加图建议以后经常聊天儿。您是说我以后经常开直播，然后跟大家一起聊天儿吗？可以啊，但是我得准备一些话题。那个航天它不像好多话题大家不一定感兴趣，所以我一般会碰上一些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话题的，就是有一些航天的热点的时候，然后就跟大家聊聊。比如6月份上半个月，先是星舰，大家比较感兴趣，包括这个 Starliner 飞船，那可以好好的都跟大家聊聊。然后呢，到月底了，没想到这天龙有那个，实际上我非常感谢天明科技和天龙3火箭啊，给了我可以做这么多节目，然后能够跟大家这么兴高采烈的来聊。其实我觉得国内的很多他的这个天兵的友商们，我知道他们的这个好多工作人员也都是非常喜大普奔的，这时候我很清楚，这应该是对他们来讲，嗯，可能还行吧。但是当然，天龙3这次事故，也会给其他的中国的民营航天企业造成很大的困局，就是他们以后在做这些静态点火实验的时候，肯定检查什么的要严格的多。这种检查实际上，怎么说呢？你要说它真的特有用，可能也有，但是最主要是你要报一大堆审批文件什么的上去，然后要开无数的这种评审会啊什么的，这些事情肯定都要变得非常非常多了。无疑会对这些民营航天的这个研制进度会有很大的影响。换句话说，实际上就是这意思。如果你是个本身你就是狂飙突进，然后你不太遵守规矩的，那你可能本来你就该遵守这些规矩，那你只是到正常的为止。但是如果你原来是个守法的、合作的，一直按照安全规范来操作的，那就会相当于会给你增加很多工作量。实际上这件事儿，他这件事儿等于对于那些越是守法的人，越是符合规定的这些航天企业，那他们的受到的影响就越大。卡尔加厨子就是说，还有你好像没发布哪个可以传视频的网络讨论登录地址。哦，待会儿吧，我待会儿再那个什么，卡尔加厨稍微待会儿下去之后，我再更新一下我的那个频道，那下面有一个 Discord 的这个链接，你可以去我那个 Discord，不过刚才有朋友告诉我说那个 Discord 过期了，我待会儿回去再更新一下，先稍微等一下啊，或者现在我看一下吧，呃，我看一下我这个 Discord 的，稍等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嗯，呃，我 Discord 现在实际上我用的还不是很熟，每次要每次要这个邀请的时候，
我看看啊，复制邀请。我试试，稍等。每次好慢啊。每次总是比较费劲。我这块儿的新加坡这儿的网络也不是特别好。我还是等下去的时候，然后我再这儿，我试试啊，看看。我还是等了，不好意思，我还是没找清楚呢。我还是等到那个什么吧，等下播之后，我马上再更新一下。然后我看看还有什么。开课吧。我又SA8，我又不是做电路设计的。又不是做电路设计的，你让我讲电路设计，我能讲出什么来？然后 Burton 123，我要开航天八卦，我可能得开个会员节目，然后可以跟大家聊一聊那个，如果要是叫这个，这种节目的话，可能有些东西太多不太适合给大家，就是说在这种公众范围内的跟大家聊了。嗯，对。然后Discord 的这个我不太清楚。我待会儿下来再做吧。然后这个马斯克说星舰5飞在4周内进行，很多评论说按照马先理得到9月了。马斯克，但是我也认为不会到9月的，因为马斯克的4飞是3月14号3飞是3月14号，4飞是6月6号。本身的话，这只是2个多月，已经不到3个月了。他下一次的话2个月之内吧，我觉得差不多。然后卡尔加图说，其实就是分享您的专业角度和看法的讨论，就有别的价值。没问题，我待会儿再重新发一遍这个，我的，嗯，我的那个什么Discord 的这个，然后我再看一下我 Discord 的这个邀请到底应该是怎么弄，我还真的不是特别熟悉，就是说 Discord 的这个邀请。这儿是不是能设计？可以把它设计成结束有效期限。OK，我试试啊，稍等，稍等，稍等，可能可以了。我看一下在哪儿。稍等，大家给我点时间，不好意思。Dashboard，给我点时间。大家还有什么别的想那个跟我聊的吗？什么？怎么老到这儿了？
还还没有找到，不好意思。然后看看下面。行，我到时候建一个这个吧。啥是马赫数？马赫数实际上呢，大家可以简单理解，马赫数就是一个因素。行，那个 Taikon Back，谢谢，你先帮我做吧。然后那个什么，星链距离，低延迟物理速度和电路速度应该没问题，其实是5倍的低延迟基本吹牛。对。然后中国的星链估计什么时候发？现在不是好多公司都在宣称自己要搞这个中国的星链吗？但是，你看到有谁真的搞了吗？我觉得目前我能看到的中国的，星链这一块儿的话，可能还是，呃，好多东西不真吧，不是很真吧。所以大家就看看怎么说了。我觉得中国现在的本身星链这一块儿要做的话，就是一个，要涉及到很多人的利益的，要涉及到太多的利益，这个蛋糕怎么分的问题，恐怕大家都会去抢的。那这就有点儿像什么呢？就有点儿像当年淘宝的，谁能拿到就是说他这个后来做支付宝，做这个，什么余额宝啊这些的，能拿到这个照本身就是巨大的经济利益。那你星链这一块儿恐怕也是，所以仅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就就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在中国。不知道大家什么感觉啊？所以，我觉得这还是得看，还是得看。嗯，OK，那个关于 Discord 的那个，我待会儿马上就试一下，下播之后。然后，大家现在还有什么别的想跟我聊的？呃，我看看啊，这儿中国星链这儿了。哼哼，对，这个立马薅啊，呵呵，然后立马薅啊，您是天津人吗？我觉得这话像天津话啊，我大学是在天津的。还有大国的世界大。哼哼，好吧。中国星链发射了试验星，好吧，好吧，中国的星链，然后中国也有自己的北斗，那个，哼哼，北斗，中国星链目前烧钱5G 投的太多了，结果5G 现在关键是你的这个结果不好，哈，你的结果不太好，这才是比较要命的问题。你的实在是结果是太糟糕了。5G 现在有谁用啊？反正我是坚决不用。大家可能看看，好吧，那个，我今天可能真得结束了。嗯，OK，今天非常抱歉，那就那个什么吧。呃，如果大家暂时没有什么别的了，我就暂时今天先停了，这个也已经快2个小时了。最后这个 One 在这儿说，至少要做一级翻转后重新点火吧。所谓的回收都是直上直下，应该还有很远的路。是的，那个还有现在不都10公里吗？还有100公里，然后还要入轨，然后还要再行空中翻转或者摆动，还相当远呢。
好吧，非常感谢，今天最多是有50多位朋友在我这个直播间现场，然后跟我一起来在这块瞎聊，也非常感谢。然后大家呢也正好就是今天也能看一下，我觉得今天最主要的咱们还是就是看那个就是这张图，就是实际上我这张图的目的主要就是也是想告诉一些朋友，他的想真正的去学习别人，你是要付出非常要做的非常细致的。就是这张图，你那个人家到底是为什么他这个实验工装要设计成这样，你要都得去琢磨清楚。我觉得如果要是没有任何人，如果那些民营航天的那些人，他们还没有我琢磨的太清楚的话呢，他们肯定做出来的可能就不行，就是我去估计也不行。所以的话，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学的。OK，那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今天的那个直播呢就先到这儿了，也马上就2个小时了，我也稍微歇一会儿。非常感谢大家陪伴，那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下周六，不出意外的话，下周六的晚上8点钟，我还会继续进行这个读屏直播。另外，最近我的节目可能会出的稍微慢一点，因为最近的航天上面的事儿也不是特别多。也希望大家到时候马上我就去搞一下这个 Discord 这个邀请码的问题，然后呢，也就是希望大家加入到我的 Discord 群里，然后多的给我这个就提供一些，就比方说话题，我大概做哪些啊？就您想让我做哪些，我都会尽量考虑，然后如果可以就采纳。然后最后大家有没有点赞啊？别忘了点赞啊，多点赞。我现在就是才赞有点少，再多点赞，谢谢。那好，那今天的这个直播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陪伴，那咱们就这样，拜拜，再见。